那么，最后终于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了，也许只是坐在他们旁边，或一起聊会儿天，但感觉似乎有些不对劲，会是什么呢？他们不太健谈，唠嗑也就索然无味了。他们只是心慌吗？因为也许，只是也许，他们也喜欢你，或者和你在一起不舒服。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喜欢的人在你身边是否感到不舒服的迹象。坐立不安。根据心理学家乔纳森·卡里尔及同事的说法，坐立不安可能是紧张的可爱表现，也可能是注意力不集中和不舒服的表现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坐立不安是好是坏呢？按照肢体语言专家乔·纳瓦罗的肢体语言综合词典的说法，好的坐立不安可以是玩弄头发或其他舒缓的动作。当有人在社交场合或公共场合伸出手玩弄头发时，这是种舒适的表现。如果在和某人说话时这样做，甚至可以暗示浪漫的吸引力。如果他们一直在整理头发，这是他们试图吸引自己感兴趣的人的迹象。糟糕的坐立不安没什么调情，除了不舒服，也可以被解读为有压力或无聊。这些行为可以是敲脚以及查看手机，尴尬的笑声。关于在社交场合的笑，有两种常见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。如果你和你喜欢的人说话，他们对你说的每句话都笑，这可能是因为被你吸引了，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感到不舒服。按照诺曼·里吉同事2009年发表在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公报》上的一项研究的说法，当我们被某人吸引时，会笑得更多。这种笑和不舒服的笑的区别在于，它是真诚的。如果喜欢的人和你在一起很舒服，他们会觉得你说的事情真的很有趣。不舒服的笑是指他们只笑了很短的时间，有时甚至没有笑，他们只是从鼻子里呼气，礼貌微笑，不会增加笑料。他们的笑更多的是出于礼貌。承认这一点可能很难，但认知科学家格雷戈里·布莱恩特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表明，我们可以分辨出其中的区别。这是因为这两种笑之间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声系统。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喜欢的人不舒服，他们的笑声可能听起来很勉强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很有帮助，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么继续下一点，沟通。回想一下和自己喜欢的人的互动，你们的沟通如何？不要只考虑喜欢的人说了什么，还要考虑他们的行为。根据交流专家马克·纳普和杰弗里·霍尔的说法，交流需要很多东西，站立的方式、看的地方和我们的声音暗示都会影响我们的交流。稍后我们会更具体地介绍肢体语言和声音线索，但现在需要注意的第一个迹象是交流的总体感觉，沟通是否顺畅，还是觉得和自己喜欢的人没什么可聊的。记住，在喜欢的人身边感到尴尬和舌头打结是很正常的，尤其是如果想给他们留下好印象的话。但接下来的这些迹象应该可以说明这是否是相亲相爱，或者自己的暗恋对象是否真的感到不舒服。分心，他们想要分散注意力，希望有人把他们叫走，或者在一些不幸的事上，他们发现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。当有事情引起他们的注意时，他们不会把你包括在内。如果有人和你在一起很舒服，他们会想让谈话继续下去，或者让你参与到他们觉得有趣的事情中来。如果他们喜欢的运动在电视上播放，他们会指出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向你解释。如果他们和你在一起不舒服，他们可能会一直盯着电视，不会和你谈论这个问题。如果他们看到认识的人，他们会以此为借口离开。如果他们和你在一起很舒服，他们会想把你介绍给那个人，或者如果你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会问你是否也想和他们打个招呼。现在你已经想到了你们俩之间的总体氛围和他们的身体在说什么，但是他们说出口的是什么呢？简短不热情的回答。不适的迹象也可能是压力的迹象，也许他们不舒服，但只是有点紧张，因为他们也喜欢你，但是是口头上的一个说一个听，还是一方主导对话。如果他们的回答不能让你更深入了解他们或他们的真实想法，那么他们就会被困在谈话中，并且真的不想在那了。
他们可能只是同意所有的事情，或者在每个话题上保持中立。当然，如果你问的是非常封闭的问题，他们真的无能为力，但即使是封闭式的问题，他们也能热情回答。读他们的语气，对弄清楚他们是否感到不舒服非常有帮助。如果他们不爽，他们的语气会告诉你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你，还是他们确实喜欢你，但他们很害羞。这些迹象都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，也许他们只是紧张，也许他们不知道如何调情，或者他们总是害羞。但如果他们表现出所有这些迹象，暗恋对象可能会在你身边感到不舒服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很有用，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